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大陆上，繁衍着一个庞大的族群。千百年来，我们共用着同一个名字——汉。后世的石碑上刻着一句令所有汉人都热血沸腾的豪言：凡日月所照，江河所至，皆为汉土。我们早已习惯了这个称呼，觉得它只是一个符号。但若时光倒流2000年，你会发现这个字并不代表荣耀，它代表着沉默。在大汉立国的前60年里，汉人这2个字在北方草原的狼群眼里，意味着温顺的羊，意味着移动的粮仓，意味着那个只会送女人求和的软弱政权。那是一个民族在物理上和精神上都被压弯了脊梁的时代。所有的理性都在告诉我们要忍耐，要韬光养晦，要学会像尘埃一样卑微地活着。这种生存哲学被奉为盛世的真理。直到这一年，公元前141年，历史的系统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可控的变量。他是一个异类，他接手了一个富得流油却跪在地上的帝国。按照剧本，他应该继续做一个守财奴，但他偏不。他将用整整54年的时间，把这个国家积累了3代人的财富全部投入到一场看似没有尽头的豪赌中。他会把忍耐这个词从我们的字典里彻底抠掉，换成另一个字犯。民犯强悍者，虽远必诛。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们要看向远方，是他用铁与血为这个文明注入了一股近乎疯狂的狼性。有人说他是穷兵黩武的疯子，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的雄主，但在我看来，他只是一个不服输的少年，试图用手中的剑去丈量大地的尽头。他叫刘彻，是他让汉这个字成为了强者的代名词。今天大年初3，让我们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起点，看一看这位少年天子是如何在窒息的恐惧中亲手撕碎了忍耐的伪装，亮出了帝国的獠牙。我们常说文景之治，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公认的盛世。史书里全是赞美，京师之前类巨万，冠朽而不可校，太仓之粟沉沉相迎。仓库里的粮食堆到了天上去，串钱的绳子多到腐烂，百姓家里甚至都有了自己的马匹。但我今天想请大家看一眼这所谓盛世的背面。这60年的繁荣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且极其脆弱的高压锅，外面是匈奴人随时可能掀翻锅盖的马刀，里面是诸侯王随时可能炸膛的火药。坐在锅盖上的2个皇帝，汉文帝和汉景帝，他们不是在享受，而是在熬。让我们先修正一个巨大的历史误区。很多人认为文景2帝疯狂存钱是为了给后来的汉武帝打仗用的，这纯属胡扯。历史没有剧本，文帝和景帝并没有天眼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有一个叫刘彻的皇帝能横扫漠北。他们之所以像末日生存一样疯狂地囤积粮食和铜钱，原因只有一个：恐惧。这种恐惧不是抽象的，而是带有烧焦味道的物理记忆。公元前166年，汉文帝14年，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冷，匈奴的老上单于带着14万骑兵像洪水一样冲垮了萧关。请注意，他们这次不是来抢劫的，他们是来拆家的。匈奴的前锋部队直接烧毁了回中宫，战马的铁蹄踏破了甘泉宫的围墙。甘泉宫那是大汉皇家的避暑山庄，距离首都长安只有不到200里。史书载后继至雍甘泉，昭通于长安。匈奴人放火烧宫殿的火光就像烽火台一样站在长安城的城墙上，肉眼清晰可见。那天晚上，向来仁慈的汉文帝第一次穿上了铠甲，他想御驾亲征，但被大臣们死死抱住大腿拦了下来。为什么拦？因为不敢。大汉的步兵方阵在平原上遇到匈奴骑兵就是屠杀。那天晚上，长安城的空气里飘荡着甘泉宫烧焦的烟味，那股烟味钻进了汉文帝的鼻子里，也钻进了大汉帝国的骨髓里。从此以后，汉文帝得了一种安全感匮乏症。他在位23年，没有修过一座新宫殿。有人建议他修个露台，他一算账需要100斤黄金。这位皇帝竟然说100斤金，这可是10户中产阶级1年的家产啊！不修了。他不是心疼钱，他是觉得每一块铜板都必须留着用来修墙，用来买命。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储备，这就是一种被吓破了胆后的应激性囤积。为了防止那天晚上的火光再次照亮长安，他们还必须缴纳高额的保险费，这就是和亲。史书习惯把这粉视为2国交好的佳话，但当我们擦掉史书上的金粉，你会发现这2个字的背面刻着的是大汉帝国最难以启齿的
卑微。这种卑微甚至不需要翻译，你只需看一眼匈奴单于写来的信，开头第一句永远是天地所生，日月所至，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，语气狂妄的像是主人在问候奴隶。而汉朝的回信呢，必须附上一张长长的礼品清单，绣着金线的丝绸，经过发酵的精米，最醇厚的酒曲。这不是国与国的礼尚往来，这是纳贡。文帝和景帝就是在这种跪着挣钱的日子里过了几十年。太仓里那些发霉变红的粮食根本不是富裕的象征，那是2代皇帝咽在肚子里、烂在肚子里的委屈。如果你觉得对外送女人已经够窝囊了，那么对内杀功臣就是这60年里最黑暗的一页。这就要提到那个必须被铭记的名字——晁错。他是汉景帝的老师，也是当时大汉最锋利的大脑。他看穿了这个盛世内部最大的隐患——诸侯王。那些姓刘的亲戚像肿瘤一样吸附在帝国的血管上。吴王刘濞自己印钱，自己主盐，他的地盘大汉法律进不去。晁错给汉景帝上了一道削藩策，经削之一反，不削一反。翻译过来就是诸侯王就是大汉身上的恶性肿瘤，你现在动手术虽然会大出血，但还能活，你现在不动，等着它扩散，大汉就死定了。景帝听信了，启动了削藩，结果肿瘤破裂，七国之乱爆发。吴楚七国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，诛晁错。这时候大汉官僚集团展示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，代表人物叫袁盎。袁盎和晁错是死对头，晁错当权时，袁盎被排挤，现在七国造反，袁盎看到了机会，袁盎进宫求见汉景帝。当时景帝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还在和晁错商量调兵遣将。袁盎走进来看了一眼晁错，对景帝说：陛下，我有一条妙计，但必须平退左右。景帝摆摆手，让所有人都出去，包括晁错。在这封闭的5分钟里，袁盎只说了一句话：方今计独有斩错，发使射吴，楚七国复其故地，则兵可无血刃而拒罢。吴楚七国造反，借口就是晁错。只要陛下把晁错杀了，把他的头装在盒子里展示给诸侯看，这仗就不用打了。这是一个连3岁小孩都不信的谎言。造反是为了皇位，怎么可能是为了杀一个人？但是汉景帝沉默了很久，说了一句让所有忠臣都心寒的话：故城何如？吾不爱一人，以谢天下。如果真能换来和平，我为什么要在乎一个人呢？那天早上，汉景帝甚至没有勇气当面下旨，他派丞相骗他说：皇上要升你的官，请穿上最好的朝服去上朝，还要巡视东市。晁错高高兴兴地去了，马车行至东市，突然拐弯，直奔刑场。没有审判，没有辩护，一群早已埋伏好的武士冲上来，把这位大汉的九卿直接从车上拖下来，甚至来不及脱下那身代表荣耀的朝服，他就被按在了冰冷的案板上，腰斩。行刑者用的不是刀，而是铡。为什么要用这么残酷的刑罚？因为只有让晁错死得越惨，那7个诸侯王才会越满意。这不是一次行刑，这是一次卑微的讨好。汉景帝是在用老师的痛苦给叛军纳一份血淋淋的投名状。史书不敢细写，但我必须告诉你们其中的物理痛感，因为切断的是腰部。人的心肺功能是完好的，晁错在身体断成2截后，神志依然清醒。他在长安嘈杂的闹市中，趴在泥土里看着自己的血流干。他在剧痛中，最后看了一眼未央宫的方向，那个他辅佐了半辈子的学生，那个他一心想要维护的皇帝，此刻正躲在深宫里，等待着叛军退兵的好消息。晁错死了，七国退兵了吗？没有。当汉朝的特使拿着晁错的人头去前线求和时，吴王刘濞只是冷冷地笑了一声：我以为东帝上谁拜？我已经是东帝了，为什么要给别人当臣子？那一刻，汉景帝才明白自己犯了多大一个蠢。他白白杀了自己的老师，白白向叛军低了头，却什么都没换回来。这就是政治幼稚病的代价。这一刻，比起父亲的教导，更深地刻进了少年刘彻的骨子里。他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理：靠牺牲自己人换来的和平，一文不值。想要不被狼吃掉，你只能变成比狼更狠的猎人。晁错的血染红了文景之治的最后一页，他用自己的半截身体证明了一个真理：在不够强大的君主面前，太过超前的改革者注定是祭坛上的牺牲品。公元前141年，景帝带着那一身的算计和窝囊死了，他留下了一个装满钱的国库和一个被晁错的血清理干净的朝堂。然后那个16岁的少年刘彻登场了。刘彻和他的爷爷父亲完全不同，他没有经历过甘泉宫的火光，他不懂什么是恐惧。当他打开国库的大门，看着那堆积如山的财富时，他脑子里想的不是继续存着防老，而是这能买多少匹马。但他很快发现，他虽然有了钱，却没有权，权力还在那个瞎眼的老太太窦太后手里。老太太代表着旧时代的惯性，忍耐、和亲、无为。刘彻年轻气盛，他不想忍。建元元年，
他提拔了2个年轻的儒生赵绾和王臧，准备推行新政，甚至想设立明堂来把兵权从老太太手里抢过来。这直接触碰了系统的逆鳞。窦太后没有像景帝那样搞阴谋，她派人去查赵绾和王臧的账，即使是清官，在那个复杂的官场里，谁的屁股是绝对干净的？哪怕只是一次越级汇报，哪怕只是一笔招待费对不上。窦太后拿着这些罪证，把那一叠厚厚的竹简扔在刘彻面前，这就是你选的人才，贪赃枉法怎么治国？刘彻无话可说，赵绾和王臧被扔进了监狱。老太太给的选择很简单，要么自杀，要么灭族。2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为了保全家人，在狱中服毒自尽。那是汉武帝一生中最后一次下跪，他在长乐宫的门外淋着冷雨，向那个瞎眼的老祖母磕头认罪。他不仅要看着自己的亲信去死，还要亲手废除自己的新政，重新把黄老之学供奉起来。除了那个瞎眼的老太太，压在刘彻头顶的还有一座金屋，那是他的皇后陈阿娇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债主。我们都听过金屋藏娇的浪漫故事，但在赛博历史学的视角下，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股权置换。当年如果没有陈阿娇的母亲馆陶公主在幕后运作，刘彻这个被叫做猪的庶子根本不可能干掉太子刘荣，坐上皇位。现在投资人来收债了，帝妃由公主立得利，翻译过来就是陈阿娇母女每天挂在嘴边的话。刘彻，如果没有我妈，你凭什么坐在这里？这哪里是夫妻，这是挟恩图报。陈阿娇比刘彻大好几岁，在刘彻还是个流鼻涕的小屁孩时，陈阿娇就已经是皇宫里的大姐头了。这种姐弟恋加软饭硬吃的组合，注定了婚姻的畸形。陈阿娇在后宫的嚣张是有史料背书的，史官用了2个极重的字来形容她。交简。她看着刘彻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丈夫，更像是在看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。刘彻想提拔一个官员，陈阿娇不同意。刘彻想去宠幸别的妃子，陈阿娇直接在后宫大闹。最可怕的是，当她发现自己控制不住这个渐渐长大的少年时，她开始试图用巫蛊这种黑魔法来进行精神控制。求子，羽衣遣返9000万，竟无子。9000万钱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当时半个国库的流动资金。他为了生孩子，为了挽回刘彻的心，把这些钱砸给了神棍和女巫。他在未央宫的深处，在刘彻的枕头底下埋下各种诅咒的小人。想象一下，你每天晚上睡觉，枕头底下都压着一个写着你名字的扎满针的小人。这不是皇宫，这是危情10日的惊悚现场，是精神病院。前朝被祖母压制，后宫被老婆控制，这个16岁的少年皇帝是整个帝国最孤独的人。这种令人窒息的控制欲彻底杀死了刘彻心里最后一点温情，也催生了后来那个杀伐果断的冷血帝王。那一夜是汉武帝的成年礼，他终于看懂了这个系统：爷爷靠忍，父亲靠骗，奶奶靠法，老婆靠闹。而他刘彻要想活出个人样来，要想不送女人，不杀功臣，不被玩死，他只有一条路，把自己变成一个在这个丛林法则里最耐心的顶级猎人。他擦干了膝盖上的泥，像是变了一个人。史书上说他开始微行，也就是换上便装，偷偷溜出皇宫，躲进了长安城外的上林苑。表面上他是在那里打猎玩乐，让所有人都以为他废了，但在那茂密的丛林深处，他秘密招募了一批良家子，在丛林里进行实战演练。这支名为七门军的私人武装，就是未来横扫漠北的特种部队雏形。也就是在这里，刘彻遇到了那个改变大汉国运的男人。他是一个卑微的骑奴，是一个私生子，他的名字叫卫青。大汉帝国的忍耐期结束了，那只被压抑了60年的猛兽即将出笼，所有的账都要开始清算了。